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庆穗农机。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利本牌单轮式中耕机。好，那我们现在呢是113年的农机补助第一阶段的申请时间。那对于一些非职业的一些农民啊，或者是一些假日农夫等等，他第一次来接触到中耕机的部分，然后他对中耕机有非常多的一些疑问啊、用途啊。不同的机种，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想问的问题。那我会最近呢会多拍一些关于中耕机的部分，来讲一下不一样的机器，然后运用在哪里，然后它的一些基本资料。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品牌呢是利本牌。那以前呢比较常听的是这个我们的利虎，然后它现在叫做利本牌。那这一台的型号是 RBA2，这个是它这一台单轮式中耕机的型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好，那我先带一段环景拍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外观。好，那我稍微讲一下它的基本规格以及它搭载的一些配件等等。好，然后我们讲完呢，就直接我们到我们的菜园区，来做一个实际的操作。好，首先呢是它的这个尺寸的方面，长度150公分，宽75，高116公分。那这个空机的重量，不含引擎的话是大概在60公斤。那这一台呢，这台引擎的话是这个10马力的，重量大概在27公斤。好，重量大概在27公斤。好，然后就依照你的这个刀具啊，或是犁头等等，会再更重一点，会再更重一点。好，引擎的部分呢，搭载的是30 GB300日本原装的10马力的引擎。好，这个也是在市面上最常见，也是最多人装的一颗很稳定的一颗引擎啊。好，扭力比较大一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变速箱的部分。好，它的行走部的话呢，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它的车子的车速。它有这个前进有高跟低2速，然后后退1速。那刀子的部分，刀子的部分的话，它就是正转1个速度，逆转1个速度，它有正逆转哦，刀子有正逆转。好，那很多人会问说，那利本它的优点在哪里？第一个，它的这个车身来讲的话是日本的设计，所以你会看到说，它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单，看起来好像是很传统的一个设计，但其实它每一个设计的都做得非常有巧思。好，像是例如说它这颗变速箱，它变速箱的耐用性真的是非常好。我相信有用过，以前叫利虎，现在叫利本，有用过他们品牌的这个中耕机的话，都会知道说他们的这个变速箱非常的耐用。不容易例如说断轴啊，或者是链条一下子就拉断等等。它们的耐用性变速箱耐用性真的非常好。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它的车身的重量，它车身重量我们刚刚讲60公斤，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很重一样，其实在所有品牌大部分的品牌来讲的话，它的车身真的是属于比较轻的。那轻巧有什么好处？第一个，你人在扶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省力，会比较轻松一点。包括它的重心的配置，包括我们这个开钩在转弯的时候，轻巧度，非常重要。对于一些职业客来讲，他非常看重重量的部分。好，然后另外呢，像是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离合器的把手，你看起来结构好像很简单，它其实非常好用，而且呢，比较不容易坏。不容易坏，它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蛮好的，很多人这个用了10几年，这个把手也都还没换过。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装刀子的这个刀轴啊，刀轴的部分，那公司设计的是这个6角形的，6角形的刀轴。那传统的话比较多都是圆形的比较多。好，那6角形的好处就是它的强度比较强，
好，这个刀轴的强度比较强。第二个，它的这个刀管啊，我们在装刀子，这个刀管比较不容易变形。那它在换的话也比较好换。那你用这个六角形之后呢，好，也就不用再用这个螺丝再来固定。好，这个只要我们插拼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到车头的部分，有没有看到它前面的这2只脚？好，这是它的这个驻车架。那一般的公司设计的就是用侧柱的1只脚嘛。好，那久而久之可能就比较容易倒啊，或者是这个侧柱不好用。好，那它2只脚的设计呢，其实对于在我们一般在换轮胎的时候，有些人会用铁轮啊，或者是要换刀子，这个松土刀要换培刀的时候，它用这个双脚的驻车架来用的话，其实非常稳定。那你上车你要准备载回家的时候也很好绑，那也非常的好用。我觉得这是它设计很成功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些就是公司配的一些配件。那首先呢，我们从最左边看到，我们先从刀具来看一下。好，那这一组刀具的话，我们叫做松土刀，也可以叫做草刀。草刀。那公司配的这个尺寸呢，你看它的这个尺寸的话是接近2尺。好，接近2尺。好，那它其实它这个是分成3节的，它可以拆成3节。如果说你用最里面，只用最里面的话是6寸，再来是1尺2，再来就是接近2尺这样子。好，可以自行拆换依照你的沟底的宽度，可以做配合。那每个地区它所适用的刀数、刀子的这个数量啊，几支刀，或者说宽度都不太一样，甚至刀子它也有像这种有什么螺旋形、十字形等等。你可以洽询你附近的这个农机行经销商来配合说你们当地适合哪一种。不是每个地区都一样啦。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培土刀，在培土或是开沟用的。好，那针对培土刀这个刀子啊，大致上在市面上有分成2种，一种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个叫做汤匙刀，台语叫做喜拉德，喜拉德，它就是看起来有汤匙，它多一片这个。有一个叶子这样子，这个叫做喜拉德。那这一种刀子的话，比较适合在比较松土的或者是比较沙地的地方，它在沟底，它可以培的比较干净一点 ，Q 它清气这样子。那另外一种的话叫做小培刀，另外一种叫小培刀。那它的形状呢，其实就长得跟草刀不太一样，跟草刀不太一样，会更宽一点点，角度会不太一样。那就是适合在我们培土开沟，在大培土用的。会适合，例如说比较黏的土或是比较硬的土的那个地区。所以说你可以依照你们地区适合哪一种刀子，你可以再去做咨询。每个地方不一样哦，不一样。那如果说你有更专业的一个解释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明明是单轮式的中根机，为什么公司又多了一颗橡胶轮呢？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台的话，它是属于单双轮式的中根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大家看一下，另外一边也可以插，它其实是可以用2个轮胎，叫做单双轮式。那基本上你在耕作的时候都是以单轮为主，那双轮的话，只是在少数，在松土或者是说你要上车比较好行走，才会用双轮式，不然基本上这一种机型就是以单轮为主，耕作的时候以单轮为主。那客人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是要买单双轮式的话，是属于选配的，是属于选配的。不然基本上的话就是1颗轮胎，基本上就是1颗轮胎的。如果是你要选单双轮式2颗的话，那会要加钱的方式。那隔壁这一颗铁质轮胎，我们都叫它铁轮。那其实铁轮啊，它有长了非常多的形状，那基本上大同小异，它的作用就是增加抓地力，增加抓地力。那橡胶轮的部分呢，虽然说它在路上行走很好走，或者说你在田里啊，在行走上面也非常好走。那缺点就是它的抓地力没有铁轮的好，没有铁轮的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要跟比较深的时候，你要压下去的时候呢，可能你轮子会无法带动，你可能就要换成铁轮，增加你的抓地力。再来前面这一支的话，叫做阻力棒，这个叫阻力棒。如果说你有看过我之前有介绍过那个无轮式中根机啊，后面就是会有这个阻力棒。那阻力棒呢，其实在现在的中根机来讲，已经越来越少有配这个了啦。以前可能大多数的品牌都有配，那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会配这个东西，因为可能在使用上也越来越少人会用。那它这个的作用就是增加它的阻力，让这个例如说我们遇到比较
硬的土的时候啊，我们刀子在打的时候怕会爆冲，怕会爆冲，所以用阻力棒的方式，来减少爆冲的机会。那隔壁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常看到的犁头。那前面这个叫做双面犁。那双面犁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在刀子打过之后啊，用犁头再稍微抹过，那可以让你的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漆面啊，可以更加的强壮，更加的紧固。那看起来呢，外观也比较好看一点点。好，那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选配的东西。我们看到眼前这个叫做划线器，那装在车上的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色的这个架子啊，这个叫做划线器，它是可以搬下来。那就是你走过了之后，它旁边的隔壁沟啊，隔壁的这个沟底啊，你就可以顺便划线。那你下一行过来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对着那个线，继续开钩。那这个划线器是属于选配哦，是属于选配哦。所以你不要到时候去这个农机养的时候，你跟他说，你怎么看到影片上面有这一组啊？怎么实际交车的时候没有这一组？这一组是选配哦，开钩器是选配的。好，那我们在下田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家常问的单轮式中耕机到底有哪些功用？那其实它就有几种主要的，例如说培土、覆土，然后开沟、除草跟松土这些功能。然后再来呢，大家常问的就是说，那单轮式中耕机适合哪些作物啦？适合用哪一些作物？我举例几个，好像是玉米啊，胡萝卜，芝麻、大蒜，青葱，长啊，马铃薯啊，或者是番薯，我们讲的那个地瓜，地瓜、韩吉，还有一些豆类的，豆类的，那基本上这些它的沟底的尺寸就是算偏比较窄的，那某些地区它可能用这个沟底就比较宽一点，那它可能就会选用双轮式中耕机。那我们那个等到下一集我们再来介绍。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在讲这个单轮式的。好，那我们等一下准备来下田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开始来实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真的不是职业在帮人家开钩的啦。所以就是给个建议，这样就好了。我们不是职业的，就示范给大家看基本的操作而已。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台呢，日本RBA2，型号 RBA2，日本牌，日本设计的车台，然后日本引擎，然后台湾制造。OK， 那我们现在装的这一个呢，是我们的松土刀、草刀。草刀松土用的，然后后面有装那个阻力棒。那行走的话是慢速，刀子是正转。然后这个日本牌啊，它的优点就是车身轻嘛，转弯好转，转弯好转，走起来就是比较稳啊，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好，那很多人问说，那车身轻，难道就没有缺点吗？当然有，如果说你遇到比较黏的土或是比较硬的土的话，它相对于车身比较重的车台的话，根的深度一定多少会有稍微的差别，一定会有，所以说为什么每个地区它适用的机子不太一样？但是日本的话，他们这个日本设计的这个配重啊，其实配得非常好，包括把手的长度、把手的宽度，然后前后轮的这个配比。好，那欢迎有想要试用RBA2单轮式中耕机的朋友，欢迎来庆穗试用看看。喜欢的再订购。
那关于价格的部分哈，因为每个地区它可能哈农机行帮你配的配件不一样，价格可能会稍微有些差异。好，所以每个地区好，你到处问的话，其实价格一定多少有差啦。好，因为农机行它是在地的，它是比较在行的，它知道每个地区适合什么样的机子、什么样的配件、配多宽的刀。好，所以说，你不要去每一件都问了，那结果价格都有落差。好，那个是一定会有的。哈，农机行帮你配，他一定是知道在地的使用的这个适合的东西在哪里啦。啊，如果你是选配这个单双轮式的朋友啊，你如果在平面的松土的话，你也可以装2颗轮胎啦，也可以装2颗轮胎。好，那我们现在呢换上这个培土刀，好，那公司标配的这一组是1尺2宽度的这个培土刀啦，哈。那因为我们等一下用的是这个刀子是逆转的哦，我们想要来试一下它的这个大培土，好，然后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逆转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不建议装这个犁头啦，好，那每个人的使用方式不太一样，好，基本上你要装犁头的话呢，你的刀子是用正转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先让它用逆转的方式，好，培土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状况。好啊，如果你要培土的话，记得要把这一支阻力棒，好，我们刚刚这个么字形的阻力棒，等一下要记得拿掉。好，那现在有没有看到地上就直接开出一个沟出来？好，开出一个沟出来。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培土的状况了哈。那基本上你没有装犁头的话，这个沟会是 U 字形的，好，会是 U 字形的。好，那我们现在装的行走步的话是用橡胶轮，球轮链。那抓地力当然没有铁轮的好啦，好，抓地力没有铁轮的好。那其实呢，现在使用的这个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哈。如果是对于职业来讲的话，他们这个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好，然后开出来的沟是很漂亮的啦。好，那我们就只是操作给大家看看，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沟基本上你土够松的话，基本上一定都有1尺啦，30公分，一定都有1尺高，前提是你的土要先松过。好，那我等一下呢，来示范一下说用这个加犁头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呢，刀子来换边，然后我们来加一下后面那只犁头啦因为基本上用犁头都是正转居多啦，用正转居多。你用逆转然后加犁头的话，可能会比较有基础的问题。那基本上都是装正转，来加犁头。大家来看一下说这个加犁头的这个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好，那因为我们加装了这个犁头之后，这个阻力会变得非常的大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把它换成铁轮，换成铁轮，然后来示范给大家看，说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状况。好，那我们现在实际使用的就是使用这个犁头，然后刀子是使用正转，刀子使用正转。好，然后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使用犁头跟没有用犁头的差别有差多少。那我们这个犁头的话，它是属于尖角的所以它的沟底会是尖的。那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哦，你装的配备越多，你在扶车子在抬的时候就越重哦
还有一个重点，如果说你前面的松土的这个过程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再培土的话，哈，你底下如果不平均啊，哈，底下如果不平均，你再培土的话，车子可能会歪来歪去。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差别。来，我们荧幕上面看到左边这个是使用这个刀子逆转的，刀子逆转没有加这个犁头，属于 U 型钩，有没有很明显？来，大家看一下这一钩。好不好？这个就是有加犁头，好，然后刀子正转啊，你有看到它是底下就是尖的，好，我刚刚讲这是尖形的钩底，好，然后你看到它那个犁头抹过去啊，它旁边的这个臂啊，好，我们这个膝面上面是膝面，下面是这个膝骨，好，我们讲的钩顶旁边，好，这个面的话哈，它会被犁头抹过去，会更加的坚固，好，更加的坚固。好，那以上呢就是针对今天这一台利本RB-A2单轮式中根机的一个规格的介绍，一些配备的介绍，然后包括我们实际下去操作，基本的操作这样子啦哈。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来试用看看的话，欢迎来庆穗试用看看。好，这里有一台展示机，就让你来使用。好，如果你喜欢的，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来下定，好不好 ？OK， 那我们是庆穗农机，我们下次见。拜拜。